潘开进，你果然还没死透啊！看来还跟叶家小姐和好了。这是谁啊？谭台明朗的部下，他会使用妖法，要小心。谭台烬身体虚弱，不能涉险。若他死了，一切就功亏一篑了。谭台烬，他的目标是你，你找准时机先逃，我想办法同他周旋。怎么了？中毒太深，放不出招了。遇到我，你们这对亡命鸳鸯的路，算是走到头了。拿什么来对付他？这里还是交给我吧。谭台烬，你没事吧？潘台烬，你连抚养你长大的京鸾安都可以杀，居然这么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。左右你也是垂死挣扎了，我就把你活着抓回去，好让殿下一泄心头之恨。黑的也是的，越冷的血，跟了我爬光的人同赤裸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叶希雾，仅凭直觉揣测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他中了我的噬心咒，很快就会没命。你立刻将符咒解开，否则我会将你挫骨扬灰。哼，你的身体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自身都难保，还顾得上他？不如束手就擒。叶希雾，你我还有很多新仇旧恨未了，我不能让你死。我不为这世界众生如何待我？青石之玉，这玉是万年前一个魔女炼制的，会让使用者注定不得善终，短折横死。只要能活下来，我又何惧来日横死？燃尽无声烟火，换着月色。在与你共浮生的虚空，相爱的是彼此也相逢。贪恋你眉间朱身上你手起铠甲一同坠落。若还与你重来过，一如初见，如何在彼此的梦里，如长月照射。爱情是如雨，早化我。逆着妖物，我替殿下除了你，以绝后患。
杀不了我，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他。你爱的人间有我学的喜悦，直到有天睁开双眼的真叶希雾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谭台烬救了我。谭台烬，谭台烬，这光芒是青史之玉。你个混蛋，你竟然吞了青史之玉，你会后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程昱，帮帮我，一定要把青史之玉取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你想要救这个男人吗？这个试图占有青史之玉的男人。你是谁？变坏青史之玉的那个魔女？你想要救这个男人吗？我必须救他，他不能死。可是青史之玉已选择了他，厄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身上，他会遭遇不幸，横死异乡。不，我会帮他把青史之玉弄出来，无论用什么方法。这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可是这个男人值得你好好看看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就是个怪物，谁靠近你都会是灾难。你看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生来就不配拥有人类最寻常的情感。他不值得你如此牺牲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去死的话，我想任何人都会选择你。不是的！他不能死。如果一定要有人承担你的诅咒，那选我吧。只是在诅咒降临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完成。你可知如何毁掉邪骨？我知你所行之事，
你或许可在荒渊中找到答案。只是眼下，倾世之玉的力量凝聚成了他的眼。你若要取回倾世之玉，还要拿自己的一只眼睛来换。我换。真可笑，这世上竟有人愿意替别人去死。太太姐，你不会死了，只有你活着，才能有更多的人活下来。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。10年白玉。殿下，殿下，还有呼吸。确实是月影卫，看样子应该不会伤害他。来人，先带殿下回营地治疗。是。本来我就没办法拖着重病的谭太进去荒原，就只能把小魔神托付给你们了。谭太姐，等我找到毁掉邪骨的方法，再来寻医。母后，你为了父王放弃了自己的性命，我却不愿如此。还有那些笑过我、辱过我的人，我将他们都杀了，一个没留。母后，你该为我高兴才是。儿子如今成了大境的王，举国之内无人能再伤我分毫。人人都敬我畏我，来人，快来人！无食我属，饮君之血，食君之肉。硕鼠，无食我属，饮君之血，食君之肉。硕鼠，无食我属，饮君之血，食君之肉。硕鼠，无食我属，饮君之血，食君之肉。还是瞎说什么？从哪儿得的？回家！此乃暴虐之灾，国君不仁，不保四海，昏庸无道，惹得天怒，降下责罚。是你使的妖术！
是我告诉过你，从那日起，你便再无安寝之日。可君之祸，难免祸及百姓，呜呼哀哉！先生，这天劫可有破解之道？谭太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有一天，我要把你和那妖女做骨养灰！澹台明王，人死魂散，你还是安息吧。此卦曰：乾隆在渊，只待新君继位，便可救国之危难。可这澹台氏已无男丁，又有何人能继承大统啊？哎，运数是不会骗人的，说不定这几日那天命之人便会出现了。哎，这就是咱们新君啊！哎，你听说没有？今天早上有成千上万的蛇鼠从城门跑出去了，未上1人。他当真有什么神通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城里都传遍了，这位新君是先王最宠爱的小儿子，还是一月图公主之子。只是之前一直在圣国为质，以一身荣辱换我大景太平，为国居功甚伟啊！天命之子。新君继位，入圣殿，目听圣言，以承天授，万年遗旨，先祖庇护，降下圣人，除暴虐，平灾乱。而今暴君已死，新君当立，昭昭天子，惠我吴疆，绵绵我王在昔之光。经过，我还是回来了。出生便因为弑母而不祥，6岁离京为质，如今不明不白的回来了，你就不配做我们景国的王！你是1月妖女生的孩子，善于驱使妖物，如今回到景国，定是居心叵测。居心叵测！若我们与你为伍，天古之后，史书该如何书写？对呀，那史书该如何写我们呢？你说。说够了吗？要杀便杀！今日我等就算折在此处，也不会认你做新君。认你做新君！来呀，那就杀了我们吧！杀了我们！来呀！各位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姑杀你们做什么？端上来。这是要用膳吗？各位大人说了这么久，想必也饿了。姑特令人给诸位备了膳食，咱们边吃边聊好了。来人，替姑好好款待诸位大人。是。这是要喝什么汤呀？诸位大人对先王如此忠诚，令姑好生感动。当然是要用最好的膳食来款待诸位，各位一定要一饮而尽，才不枉费姑对诸位的尽了之心啊！怎么不吃啊？是姑的款待不合胃口？别说，这1月族的肉汤还真不错。哎呀，这汤里怕是有毒啊！这是。你个心狠手辣之人！怎么办呢？快吐出来！
孤可没有下毒的想法。你们的先王已经死了，诸位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，这么快就及时出现孤这个新君，让景国百姓免于灾祸，诸位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呀。来人，给还没尽兴的人再端一碗。愿意与孤共食一鼎的，孤自不会亏待你们。要是还执迷不悟的，孤也不会强留。就准你们去先王陵寝，对着他的空棺跪到满意，以尽哀思吧。罢了，澹台血脉也止于他一人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！各位大人，可还满意孤今日的款待啊？微臣满意，愿与陛下共食一鼎。微臣满意，谢陛下恩赐。送各位大人回去休息。是。谢陛下。澹台明朗死了，晋国的新君是澹台烬。澹台烬在圣为治多年，应该是毫无根基，回国数日便能够继承王位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可见景国的气数已尽，如今新王登基，朝局未稳，此正是我出兵伐景之大好良机。出兵可是劳民伤财的事儿。是啊，南方水患，恶殍遍野，灾粮尚未着落，国库空虚啊。父王，儿臣以为不宜出战。先前加官之战打了3个月，如今兵马劳顿，粮草储备不足，贸然出兵不如养精蓄锐。且澹台烬一介质子，却能夺位，可见手段过人，不可小觑啊！是啊，刘殿下说的有道理。当年叶大将军大败景国，才有澹台烬南下为治，对我郑国俯首屈膝。如今这景国再奉此庶子为主，足见天意，要我大胜再败景国，待杀了澹台烬，传首边郡，方可不辜负天意如此之安排。请父王三思。怎么？你对孤的判断有所怀疑吗？那你现在就来接替朕，坐在朕这个位子上。儿臣不敢。此事不必在意了。孤意已决，传孤旨意，发兵景国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澹台明朗余孽尚未肃清，圣国又派出大军压境，这是要趁您主少国疑之时，趁火打劫呀！是啊，如今新君出力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正是我们实力薄弱之时啊！是啊，圣国素来兵强马壮，又有多名大将，我们在战场上很难占到便宜，不如以退为进，退守之一处易守难攻的天堑，才是良策呀！张大人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啊！景国是我的家乡，也是我母族依身之地。我与这王座休戚相关。只要景国在我的治理下日渐强大，我的力量也自然是无可匹敌。今后便可永远告别那种仰人鼻息的命运了。孤知道了。陛下，那我们应当退守至何处啊？如今国力空虚，能守住多大地界？如果是先王，肯定就退守国都了。退，并非良策。如今圣王起兵挑衅，我们就举倾国之力同他一战，孤会亲征边塞，不为守土自保，亦不为南取城池。孤要做的是，趁其不备，将其一举击溃。陛下三思啊！殿下，
怎么样？可有消息？漠河河底沉睡着一只上古的大妖。谭太进已亲自带兵出发，前往漠河。看那架势是要行进河之力，唤醒妖兽。上古大妖啊，绝不能让谭太进收服他。乔师叔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设法破去他的阵法。现在这个形势，兵马是派不上用场了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只能你与我前行而入，速战速决了。我们走。殿下，我杯子还没放呢。已经后半夜了，殿下是要去哪？为何人也不带，还行色匆匆？陛下，我们从南境找来一些懂阵法的宰修，一定能成功布阵。陛下，我已设下法阵，日出之时，河水必分，踏水而下，便能见到那妖兽。好。时机已到，开！奇怪，这礁身上全无妖气，周身却萦绕着一股怨气。长此以往，必会被这怨气所吞噬，变成一条魔蛟。如此岂不是更好？那是什么？一个破河蚌壳子。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，战！
太剑。派去寻找叶希雾的手下汇报，至今未找到二小姐。继续找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。上次你不辞而别，现在回来，竟是要和我作对。不这样，怎么让你对我刻骨铭心啊？好啊，抓住他！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二小姐，你好生勇猛啊！庞博士，陛下，我去解决他们。慢着。小李，真是许久未见。谭台信，收手吧。驱使赤翼军肆意妄为，乃有违天道之举。有违天道又如何？况且何为天道？我物尽其用，何错之有？小林，你大婚之日，我召来血鸭恭贺大喜，你可还喜欢？小魔神，怎么样？为何要这么做？只不过我想报复的人，碰巧在那日都聚齐了而已。搅了你的人生大事，就当是我欠你的。小李，念在过去你对我多有照顾，今日我不想与你为难。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怎么，你怕了？萧凌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从小就在暗地里学你待人接物。可惜你学的并不像。没错，你我本就有着天壤之别，但是却有一处是相似的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谭台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尊贵仁善，但是你的兄弟却并不喜欢你，想要取你而代之。而我卑微凉薄，我的兄弟也想置我于死地。多浪费啊！我有时候就在想，若是没有这些贤人，或许能够拥有同一个姓氏的，便是你和我了。可惜啊，命中注定，你我只能是敌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今日一定要阻止你。那就来吧，全杀了！阵法已经修补好了，继续。我们中计了吧？他刚才是在拖延时间。
强行唤醒妖蛟。这蛟龙在此沉睡万年，是在不断经历着一种名为般若浮生的梦境。哎呀，所谓般若浮生，就是通过梦境回到过去的记忆当中，把所有的悲喜重新经历一遍，然后不断循环，令人不能自拔。所以这1万年，他一直在梦里活着。他的眼睛是怎么了？一念成神，一念成魔，这可能就是长期沉睡的缘由。这蛟龙被强行搅扰了沉眠，触发了渡劫的时机。成魔还是成神，就在此刻了。妖蛟在影响他？难道妖蛟要蛊惑他入魔？难道这才是500年后人间炼狱的起点？神君，吉时将至，婢子伺候您更衣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是。红珠姐姐，你说明夜战神是不是讨厌我们，总不让我们随时在侧？不必放在心上，那几个东海跟来的侍从同我讲过，神君未飞升时便喜欢独来独往，又出身寒武，的确不惯被人伺候。天欢圣女这几日大约就要醒了，她在时千万别往跟前凑，免得被她看见，定没有好果子吃。他那点心思，上清神域谁人不知啊？他痴恋神君多年，眼看着新夫人就要入门，他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本以为你是装傻，原来你是真傻。上清神域之内都传遍了，你没听说这婚事是怎么来的？那位啊，说是新夫人，实际是漠河的棒妖在邪恩图报啊。他们说上回咱们战神掉入漠河，用了他们的。阿九，
这是我养的血影珠，你何时想爹爹和我了，就用它看看我们吧。我来试试，看看我阿爹现在在干什么。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。阿爹，阿九，明夜战神，临行在即，我漠河有一威严相告。或许在你神域看来，我们不过漠河众生，如浮萍缥缈微尘一般。可阿九是我父王眼中的宝贝独女，阿九生来胆小，却连杀4魔救你性命。漠河急迫，却献出冰晶为你疗伤。从今往后，你若敢心存轻慢，薄待阿九，即便你是战神，我也一定要为他，为漠河讨个公道。你是何人？我叫桑佑。
如今是我问你，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可怜我女儿，为了救你失了仙髓，还杀了魔兵。若魔神追究起来，她只怕连命都要没了。我可以答应你将桑九姑娘带回神域，为她洗髓疗伤，护她周全。你窃取兵精，我如可能信你？保不齐你又要哄骗小九，哄骗漠河。此事我确实一无所知，还望傍王莫要纠缠。哎呀，那你便签了这婚书，我方能信你言而有信。这下可以了。战神办事真是痛快。漠河水浅，招待不起真龙，恕不远送啦。神君，夜已深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哥，这河中爬出来的小蚌精，好像还真没见过什么世面呢。这小河沟里出来的，还能指望有什么眼界？恐怕活了100年纪啊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咱们神域是什么模样呢？神君，你们2人为何不提醒他一句？回神君，方才见夫人玩心正盛，怕扰了他的兴致，
才一时忘了出言提醒。哎，明夜战神！桑九姑娘，桑九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明夜战神，姑娘以后叫我明夜便是。明夜，我昨晚一直在等你，总是不见你来，就一不小心睡着了。你后来回来了没有？我是不是睡过头了？抱歉，其实我昨晚就应当对你说清楚的。阿九，出什么事了？阿修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阿九，你的妖气开始反噬其身了。我本就是妖族，为何会被妖气反噬啊？你从前身负仙族，自幼修习仙术，内丹经络皆与仙人无异。如今失了仙髓，时间久了，妖性复萌，浊气自生，就如以荤腥似兔，以青草似虎。若不小心应对，恐有走火入魔之忧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嫁入上清已100余日，那明夜是不是从未与你合修过？你不必瞒我，他若与你合修，便能以清气调和你体内的浊气，你不仅不会被反噬，反而能维持仙体，甚至修为精进。当初父王执意让你嫁入上清神域，也是存了这个心思。怎么，那蛟龙待你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明夜他人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叫你独守空房100余日，他这个做丈夫的好在何处？阿九，你回来吧，我和父王会替你想办法压制妖气。不行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发誓不能告诉爹爹，让他白白担心。哎，你做什么去？你既难以启齿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自然要去拜访一下这个新妹夫，替你好好的问一问他，为何如此待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既然我不知道妖气反噬的事，那明夜肯定也不知道。今日知道了，我同他讲便是。做什么动刀动剑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讲。我是替你抱不平啊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人也是我自己要嫁的，没什么好不平的。再说，明夜他也并未薄待我，反而教了我许多剑法射术，功夫精进很大。啊？剑法射术？童你也讲不明白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夜大概也快回来了，我要回上清神域同他讲合修的事。哎，你就这么直接与他讲啊？不然呢？好，那你去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记得回家，回到漠河来。
无论是非应有，阿兄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的。嗯。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妖力要反噬了，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妖类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原来合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这疗愈结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镇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，神君正与
生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？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生女，生女，生女。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所以，那蚌精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挖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身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那明夜，你告诉我，你与那蚌精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金夫人的奴婢吗？铁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，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。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明夜，那蚌精如此卑劣，借你的恻隐之心设局攀附，以当局者迷，我该如何让你看清？便是你们2人同那蚌精走的近些。参见圣女。是桑夫人主动找我们打听神君喜好，奴婢们才多说了几句。哦，桑夫人刚来几日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神君，奈何神君并不领情，直到……说下去。直到她在那棵仙奈树下等到了神君，神君见桑夫人登高爬树，乱摘果子也不责怪，反而与她
反而与他日渐亲密了起来。仙乃树，给我把这树砍了！是。好可惜啊。原来你叫桑九，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是啊，我终于醒了。还多亏了你当时在漠河照顾明夜，不然我那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也谢谢你这阵子帮我照顾明夜。我有些事正好想要说与你听。诸神降临。明夜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，名为同悲道。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悲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明夜，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，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道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魔宫附近可以设伏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那我通往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，这样你只需对付魔神一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受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此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此阵法了。9曜天罡乃天兽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无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是这世间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。
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，到时候待纪泽与初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在九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线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纪泽有幸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灵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毁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中吧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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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！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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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
相救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。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。我深系4州3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
桑丘，你要放弃我，希望你幸福。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不过只有一次机会。烛火，帮帮我，请送我去找明夜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报，圣女，还是找不到。怎么会呢？那么多天兵，踏遍四周也没有找到明夜。明夜重伤，如今退回了原形，我得精心养护才行。
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桑九啊，桑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还把他救回来。如今他已然化形，回头醒过来看到我，还以为我又纠缠他。要不干脆还是把他带回玉清宫，扔在门口算了。算了，再多留你几日，等你醒了，自然也会离开。怎么那么黑？床是有人救了我。是人。喂，醒醒！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你在吗？你做什么呢？眼珠看起来没有受伤，许是刚刚恢复人形，伤还未痊愈，再将养一阵子试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我的？我去撒网打鱼，结果捞上来一条白泥鳅。我本来想炖豆腐的，谁知道会变成一个大活人，锅都被你炸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锅我会赔给你。哎，你干嘛你伤还没好，又瞎又残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啊，我该去何处？魔神已灭，灵台已空，我没能随他们一起陨落。可这世间再不需要战神明月了。你这小泥鳅还不知道吧？如今魔神伏法，世间一片安宁，再也不需要躲藏和逃亡了。不如你就留下来，替我打打灵功，也好报答我的救命之恩。我不会做工。不会可以学啊。这样吧，你呢替我干干杂活，我帮你治眼睛，待你复明之时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再怎么听，也像是我更受益。你为何一定要将我留下？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太孤单了。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，哪怕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如今铜柴凋零，桑丘野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人？
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。那你先睡，等天亮了我再找找治眼睛的药方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只有一张床，你是病人，给你睡吧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墨珠，是这山林中的竹子精。你怕不怕？我叫明夜，以前住在东海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这是最后一次，等他眼睛好了，我们就再不相见。懂一些医术，总能找到法子治好你的眼睛的。多谢。这是药草，你帮我把草叶摘下来，放在左边这个篮子，把草梗放在右边这个篮子，然后再把叶子碾碎，把草梗折成小段，好吗？好。多谢。这2个字你少说几遍吧，以后要谢我的还多着。好。好你个叶大将军！当初是你的宝贝女儿不知廉耻，跟那个晋国世子媾和，孤为了你的颜面，才答应澹台烬跟他成婚，离开王宫住进你叶家。想不到成婚刚刚不到1年，你就跟姑说他人跑了。还请陛下治罪。治罪？哼！左不过，澹台烬也是你叶大将军当年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打回来的质子，如今你要放他，孤怎敢置回啊？老臣知道，这都是陛下的气话。澹台烬出逃，臣未加防范，的确有看管不力之罪，
但臣绝无里通外国、私放质子之举，还望陛下明察。孤当然要明察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自己看看，这都是满朝文武大臣参你的奏折。臣有罪。哼！这样吧，你先到三法司去委屈几日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我父年迈，身上都是为国征战留下的旧伤，实在受不得牢狱之苦。若陛下要责罚，请与愿代父受过。叶小将军稍安，吾自然会体恤功臣。三法司的监牢最是干净宽敞。你若是不想你父亲受罪，你就赶快把那个质子给孤找回来，这样也能洗脱你叶家的嫌疑，孤也可以对满朝文武有个交代。但孤告诉你，若不能活捉，尸体带回来也行，绝不能让谭台烬活着回到景国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臣领旨，谢陛下宽仁。好重的腥气，这里面是何物？回禀殿下，司机一直让我们为殿下猎捕妖物，这是新挖的妖丹，请您享用。殿下叫我来给你送饭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饭菜里下毒？我们殿下光明磊落，怎么会给你下毒？哦，那你们殿下还真够光明磊落的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我得看着你吃，殿下吩咐的。大哥，我手都被绑着，怎么吃啊？我吃。哎呀！你，我都说了，我拿不住的嘛。对不住，这位大哥。得想个办法把小船弄到手。出事了！月影卫集合听命！快，集合听命！水牢关押的女囚跑了。他不是有热水绳绑着呢吗？没有皱纹怎么可能解得开？那你来找我，是想做什么？这道皱纹能解开你的弱水绳索，至于逃不逃得出去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为何要帮我？你就当我是在帮自己。这个金兰安究竟想做什么？得先想个法子躲开搜查。殿下，听闻殿下吞噬了妖丹，我来看看。
殿下出了很多的汗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。你来的正好，有一件东西，我想送给你。殿下，这个太贵重了。萱草升堂阶，我听闻世人常以此花借予母亲。我自幼失势，这发簪也无人可送，不如就送给你吧。来。兰安，你竭力抚养我长大，又为我筹谋计划，这些我都会记在心里。只是不知道我那位哥哥，若见到我，会不会惊喜？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澹台明汉及其党羽还未能走出王府，就被陈大人用法术缚住，尽数斩首了。辛苦你了。能得殿下赏识，是福玉之幸。如今我还活着的亲人，所剩下的只有那个三弟了。我还有些想念他。这次来，兰安带了几个夷越族的厨子，做的都是家乡菜，不知道殿下吃不吃得惯。你有心了。我多年未回，不知景国如今是何情形？景王不久前刚刚病故，如今的新君是澹台明朗。兰安还有一件事，想知道殿下的心意。这个叶惜雾虽然粗鄙不堪，但毕竟是殿下的妻子。将来回到景国之后，她不算我的妻子。啊，这次出来除了带了夷越族的厨子，还带了夷越族的美人，个个能歌善舞。殿下不妨欣赏一番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好。紫菱啊，你弟弟是月影卫首领，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殿下长什么样子啊？对啊，是啊。白羽就是个呆子，只知道尽忠职守，哪会跟我说这些？不过啊，殿下长什么样不要紧，我只想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，是不是啊，姐妹们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那你说再找找看，喜欢什么样子？个女人藏不住的。哟，几位小哥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念姐姐，我们来找人，不知几位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子？年轻？我们这儿都很年轻，都是年轻女子。那我们能进去搜一搜吗？怕了，不为难你们。兰安姑姑让各位一起去献艺。终于叫我们了，对不住了。姐妹们，我们要开始了，走吧。献艺？难道是要跳舞？我哪里会跳舞？这个我熟。
人间的箜篌与冲玉也差得太远了些，连琴弦都是松的。叶惜雾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殿下，属下无能，让叶惜雾逃了。是吗？属下已命人严加看守小艇，巡逻的越影卫也未见有人跳河。叶惜雾一定还在船上，请殿下下令，逐间船舱搜索。不必了，先听曲儿吧。他逃不出去的。叶惜雾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怎么还没跳完呀？再弹下去就要穿帮了。总算蒙混过关了。殿下可喜欢这支舞？跳得不错，不如再来一支独舞吧。我想看那个月姬跳一支。谁啊谁啊？殿下想要谁献舞啊？对，就是那个拿箜篌的。我方才替他们算了一卦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遇水则发，有惊无险，是大吉呀！大吉？哎呀，快别担心了，说不定二小姐被带去景国，是去当王后享福去了呢。若她真的去了敌国当了王后，恐怕我们叶家在朝中的处境就会越发危险了。殿下为什么选他献舞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是他呀？好你个谭太监，竟然这样耍我！怎么，你只会弹琴，不会跳舞？不能束手待毙，得想办法赶紧脱身。谭太监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待会儿可别后悔。